刚刚的掌声只有50分钟。你喜欢在很多人的祝福下去达到这个求婚的效果，那你就也可以暗示他。那如果你是比较尴尬或是比较害羞的人，你就可以跟男朋友就是透露说你比较喜欢有2人世界，不要那么多人的，很像有点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很像被强迫的感觉，所以他们就会只有2人世，像我们就是2个人在饭店求婚而已。应该要跟大家补充说，如果是提亲的话，就是要双数的人，1人1半。所以我觉得正式提亲这个动作很重要，虽然它就是一个仪式的一部分。那提亲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对方家里坐坐啊。如果说对方家里不方便，你就找一个餐厅，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。因为是如果是户外婚礼，通常都是buffet那种，要自己外夹。汇，长辈会比较讨厌这种方式。不是说讨厌，就是他们会觉得比较不方便。会希望说是一道一道菜人家上来，然后帮他们弄好的那种。来就给我吃啰嗦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这样讲。不敢这样讲。对，所以我们后来考虑这么多因素，我们就放弃了啦。但我觉得可能预算可能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实在太麻烦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就从高雄，然后找了一大堆的传统的那种大饭店，什么福华、福隆啊，什么挖个小的。是我们很多饭店都没有符合我们的需求。第一个可能就是说，它那个饭店的整个餐厅的设计走道路线是不顺的，然后再来可能他们那个柱子会影响到视线，这些我们都考量进去。有些那个饭店天花板超级低的，所以我觉得宾客来说，其实他们会蛮有压力的。或是说它那个就是它的走道不是直的。婚礼当天的主角其实是新娘。然后你就要看那个婚宴会馆，它那边对于新娘休息室有没有比较好的规划。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新娘休息室一定要有厕所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有曾经去这个高雄这个沙滩会馆，然后它的这个新娘休息室呢本身是没厕所的，所以新娘要上厕所必须要走出去。因为像那种歌星，对不对？歌星上厕所怎么可以被粉丝看到呢？所以你看新娘她上厕所一定要是很舒服，然后很安全的状况下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，新娘休息室一定要有厕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这个婚宴会馆它的菜一定要好吃。如果菜不好吃的话，你会被大家嫌弃一辈子。你会被大家嫌弃一辈子。如果你不想要被说嘴一辈子，找一个餐厅，可能不用很漂亮，但是菜一定要好吃。觉得新娘休息室还有一点，如果它是同一楼层是最好。就比如你的婚宴会馆的场地是在2楼，那它最好就是在2楼，你就不用在那个坐电梯或是走楼，应该是不太走楼梯的啊，但是你就坐电梯就会浪费那个时间，然后有时候你还会被别人看到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婚纱公司好了。我婚纱公司的业务其实都还蛮老练的哦，而且会给你话术。就是他合约上啊，一定要看清楚，因为他会有很多字，然后很小，或是说他就不写，都要等你问他，然后他才会跟你说，这个要另外收费，或是这个要什么，你可能只限定哪一区的衣服你能够选。通常大型的婚纱公司里面会有自己配合的摄影师，然后我们在那间婚纱公司呢，它里面总大概有5-6个摄影师吧，我们最后挑了一个觉得他作品还不错的。好，我们选定之后嘞，然后约定好时间来跟这个摄影师来沟通我们所要的风格。婷他看掉，他做了一个 PowerPoint，然后上面有他喜欢的风格、不喜欢的风格，然后喜欢的景点，可能他喜欢大自然啊，他可能不太喜欢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马路啊。摄影师说OK， 好，知道你们要的需求。结果他那时候丢给我们的就是那种他就是很水，或是他已经既定好的那种套装行程。对，曾经他们跟我们说，他们想要拍一个山路，那基本上它是一个马路了。对，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选那个马路比那个什么自然公园好。因为重点那一天去，它还在施工，然后整个就是，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那种运动公园，然后就拍，就是叫你站在这个草或站在这个花旁边拍，然后就站在那个楼梯，就是很烂，
很崩溃。很烂那个点啊，我们照片真的是选不出几张吧。其实那时候我们一踏进那个地方拍照，我们两个心里就有底了。我们两个心情很差，心里就有底，就干这傻小。然后拍没几张结束之后，结果我就看到旁边，那时候当下就看到旁边有那种高雄就是旁边有船嘛，有渔船，那我就说还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渔船拍，就是因为他选的那个景点真的都是老套到不行，就是真的是跟想象中差蛮多的。对啊，就反正就婷婷她跟摄影师要求，摄影师才帮我们拍，不然可能原本就他本来要我换帮我们拍什么旋转木马啦，就是不会有个旋转木马，我才不要嘞！白色的旋转木马。对呀、对啊，就是这样，体验是这样子。通常一间好的婚纱公司，它里面会有配合的化妆师。那这化妆师基本上我们没得选嘛，因为他化妆师只有一个而已。那我们那时候在选服装的当下，也约了这个化妆师，然后跟他沟通，婷婷她喜欢的化妆风格跟她的妆法，她想要什么。然后沟通，我们那时候沟通感觉都蛮顺利的，然后也感觉化妆师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好，那到了那一天拍摄的时候，化妆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这样就去嘛，然后他一定会推荐你要不要买安瓶，超可怕。然后那个安瓶的小垃圾的10ml还5ml，然后就一罐要500吧，那时候是你付钱的，好像500啦，一瓶500啦。然后结果然后他那时候推我们买6瓶吧。然后我就说，我们两个就有点犹豫。然后我那天就有带自己的，结果他就跟我说，那个可能很油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讲很多话术，然后让你就是一定要买那个安瓶。然后结果我们就意思跟他买了2瓶吧。他那一天他画出来的妆也不好看，就是很不会，他没有依照那个你的脸型或是你适合的风格帮你搭配，就画起来不好看。然后有一套照起来甚至是我跟他说我想要怎么样子的发型，弄起来才好看一点，就是马尾，有一套马尾，到时候可以放照片，可以补一个照片，就是马尾那一个。对啊，就是，而且他们刷具都很脏哦，回去你就会长一大堆痘痘。好，那时候结婚那一天早上的时候，大概是几点？你还记得吗？大概4、5点的时候就起床了吧？4、5点起床，然后好像4、5点，化妆师就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，而且那个晚上我好像也很早就在床上，可是睡没有几小时，睡不好，然后就也不会睡不好，但是有点紧张。然后4点多吧，然后老师好像就到了，4、5点的时候。对，等于说在那种没睡饱的状态下，对，应该每一个女生都这样。因为很早就开始画，只是，就是我好像有听到放鞭炮，就是你们到的时候呢，之后就开始。那时候已经完妆了。那时候还没，那时候快要而已。回礼回完之后呢，我们紧接着要做所谓的迎娶这个仪式。那在台湾，以往传统的这个订婚跟结婚是分不同天的，可是现代人因为了方便简单，所以是在同一天做。那男方离开之后，通常都是在女方家的外面绕一圈，那可能绕个5分钟，紧接着就迎娶。那迎娶的话，通常这不知道这传统怎么开始的，就是女方一定会准备什么闯关游戏，有点像是在整新郎或是在整伴郎他们的。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老婆会准备什么样的活动给我，所以到的话我就看到什么要跳什么科目3还是求佛。其实那时候内心蛮崩溃的。这些婚礼的厂商配合起来，有哪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？比如说像是布置的婚礼布置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困难，很多东西要凭空想象。婚礼布置的话，我建议如果还没有挑选的话，给新人的一些建议啊，就是他如果有作品的话，就多参考每个厂商的作品，然后他们都会丢在网络上或者丢在 IG， 那你就去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作品，如果没有就直接不要。再来就是要看他们的服务态度跟他的服务的速度。像我们这一间啊，他的速度真的是超慢，他一天只回1次，而且都是在半夜回，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用半夜他会回我的时候赶快跟他沟通。比如说你喜欢某一张 IG 的那种
照片，然后你就丢给他看，你说你想要这种风格，那你也要叫他配给你看，他是不是真的可以配出这样的风格？因为那时候我就有丢给他看我喜欢的配色，结果他配出来的那个效果真的很难看，就是但是经过多次沟通之后，他就有配出我比较喜欢的颜色，加花珠跟椅背花。那因为我们那个厅其实蛮暗的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当天走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花珠是没有注意到的。对，我也没注意到。我也没有注意到，是最后要退场的时候才有发现，哦，原来花珠长这样，然后是这个颜色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花珠是比较适合户外证婚，或是户外婚礼的新人可以用花珠，那个效果应该会比较漂亮。如果是室内的，真的不要浪费那个钱。真的，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说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厂商来，然后赶快把它撤走。那你根本也都没有时间进去看到底长怎样。然后它再来就是那椅背花，其实也是我后来想加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。就是椅背花算是有看到它的那个效果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厂商他报价给你的时候，他一开始都会报鲜花，然后都会因为鲜花就比较贵嘛，但是你就会问他说，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人造花，他通常都会有，然后人造花跟鲜花那价差一个吧，就差200-300块，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用那个人造花，其实看不出来，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去在意，那是只有我自己想要这样用。重要，你选婚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意的是什么。例如说，我蛮在意摄影师能不能捕捉到人有情绪，或是有一些动态的瞬间。因为我觉得一个照片是可以传达一些故事的。那像我们选的这个摄影师嘞，他在拍这个人像的时候特别的厉害。那它的价格啊，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中高价位，以现在来说。所以大家在挑婚摄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。有可能你喜欢这个摄影师，他会拍一些比较欢乐的，但是我跟婷婷就是觉得说，我们喜欢这个照片可以传达很多情绪的。可能在新娘休息室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外面的状况。但是妈妈是说还蛮乱的，真的哦。因为我们那个厅它是一人就是一边是比较大，一边是比较小，所以其实同时会有另外一组新人的收礼人员，跟我们这边的收礼人员，还有发饼的，就是同样都在那个空间挤在一起，很小。对，所以因为它那个动线上来的楼梯就只有一个，对，所以说会很乱。只有上下就同一个。有可能是隔壁的新人，他们会以为是我们这一场，对，所以就全部都会拉在一起。我记得我有同学，他们从北部下来，然后他们跑到隔壁桌的去签到他们的收礼桌，对啊，好像差点要把钱给出去，我是赶快跟他，我刚好看到他，太好笑了吧？他们都没有认真看。我说不对，是另外一边这样，不然钱人家差点要给出去。哦，那天真的很乱，然后那天是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。观众分享一下那天结婚结束之后，大概休息多久，你自己才觉得精神有恢复的感觉？超过1个礼拜。超过1个礼拜。